我什么都没看，我什么都没看。你最好是保持这个样子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接球。可牢里没有一个囚犯，你要接谁呀？人呢？都被带走了。被谁带走？带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说，他们都被官兵带走了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究竟带到哪儿去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大侠，我其实说的都是实话，你把我杀了我也不知道啊。大侠。驿馆的衙役虽已撤走，还是要多注意城内的情形。在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前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惊扰到他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包大人呢？包大人想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城里看禁卫营，所以决定提前回城，现在正在禁卫营里视察。包大人在青州期间，你就专心陪他。是。可是矿场那边，怎么？你不在，难道就没人管了？啊，不，虎背营的刘通是末将的心腹，可靠得很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矿场的工人恐怕不够用吧？为什么不够用？有的病死了，有的想逃走。什么？有人逃离了矿场？大人放心，想逃走的全部被杀掉了。只要跑掉一个，就可能把整件事破坏。所以本座才要你用一个营的兵力去监视矿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本座饶不了你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可是人手真的欠缺，能不能再送些罪犯过去？还送罪犯？我已经找尽理由送过去了，难道你要把全城的老百姓都送过去？郭捕头，无论如何你得想想办法才行啊！好了，就算人手不够，现在也不能妄动。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后再说吧。是。参见包大人。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禁卫营，想必辛苦了，还请早点歇息。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，何来辛苦二字？是，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，在城西10里。明日一早，末将派人前来带路。且慢。青州步军另外2个营又在何处？回报大人，后卫营在城北10里，虎贲营在寿光县。寿光离此地有多远？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，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。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。范指挥说错了吧？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？寿光县地属山区，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。虽然山路崎岖，可是大人乘坐马车，约莫1个半时辰就能够到。另外，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。倘若明日清晨出发，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。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？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？在下看过寿光县志，也看过行军图。范指挥，在下说的可是正确？公孙先生说的没错。好，本府明日
就先看虎贲营。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。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，又岂怕山路难行？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？啊不，末将不敢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一早出发。怎么办，大人？大人，大人怎么办呢？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冷静点儿，他要看，你就带他去看嘛。慌什么？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都的兵力之外，其余的全在矿区啊。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，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。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？调回去？矿场到寿光，距离不到20里地。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，急行军赶回寿光。再加上拔寨安顿，只要3、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。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，就任由他点阅，又有何惧？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。暂时停工，把矿工全都关起来。国北，大人，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，任何人不准下山。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，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。是。大人毕竟智慧过人，末将由衷敬佩。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，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？是，末将知罪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，末将这就去办。敲锣！立刻停工，所有人都回去。行了，停工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李大叔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，回去看看。走，快走！快点！走，快走！哦，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。大人，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，却被抓到矿场采矿，如今证实确有其事。属下认为，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，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待人。大人，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，那张冲就涉嫌重大。只有他，同时拥有这2种权利。大人，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？还不行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。此事不能过于急躁，必须通盘考量，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，否则他们为图脱罪，极有可能毁掉矿场，杀害矿工。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，明日去看虎贲营。不错。与此同时，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。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，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。属下明天马上去办。
马汉，属下在。叫张龙、赵虎将田青带到厅中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？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？不会的，还有那么多金矿，没人舍得放弃。哎，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很可能田青真的逃了出去，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。老天爷，帮帮我们，快救我们出去吧！田青，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。然而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，全案必可侦破。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，是否可行？大人，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，草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。大人，青州群山环绕，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。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2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，不符合的就不细看，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。哦，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？大人，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你2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，带领一个小队人马，将那田青混入其中，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。去吧。是。草民告退。此案虽然要查，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，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。待明日由虎贲营返回之后，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。是。师叔，婉儿已经想出了治病的方法，正准备向您去请教。想到了法子就好了。昨日只是匆匆地替小王爷号上一脉，虽然知道他气血不通，不过最好还是经过完全确认之后再做定论。婉儿也希望如此。可是小王爷根本不肯接受治疗，婉儿担心他也不会配合任何的诊疗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大人说，明日带你再去王府，说不定柴王爷已经劝动了小王爷，再去试试吧。婉儿会预做准备的。婉儿，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这里很好，窗明几净，简单朴实。虽然比不上宫中的华丽，却多了几分宁静。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？6年前，我家意外失火后，全家人葬身火窟。我虽然逃过一劫，却只剩下孑然一身。当时，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。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，又可怜我孤苦伶仃，于是就将我提报参选。
没想到我侥幸被录用进宫，从此我便一直待在宫中，直到升任司药女官。还记得那年，我只有14岁。都怪我。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，正在四方游历，闻得噩耗，赶回故里，却已人事全非。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。婉儿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师叔不必介怀，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。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，可是他们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，一旦进了宫，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。当年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，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。当初要是我不离开，也许……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，并且乐在其中。师叔你博学多才，自当多方涉猎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，造福百姓啊！婉儿，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，如今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，实在惭愧。不过，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，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疾，你一定能够治得好。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，婉儿定当全力以赴。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，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，其余放行。放行。小宝，客官，是你啊！你那么早就来了？哟，客官，这么早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件事跟你商量，里边说吧。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！来，参见包大人。刘通，属下在。你接任湖奔营指挥多久了？回大人话，属下已4年了。你自认湖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？啊，包大人，湖奔营的官兵……范指挥，本府不是问你。是，末将多言了。你不必焦虑。昨日，本府看左卫营、近卫营，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，纪律严整。然而，今日看虎奔营却有所不同，才有意询问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刘通，答本府问话。啊，回包大人，属下自认为虎奔营不输其他各营。哦，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奔营的官兵
面带倦容，精神不振，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。回包大人话，虎贲营驻扎山区，驻点分散，包大人亲临视察，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，因此昨夜睡眠不足，以致精神不佳。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？啊，正是。啊，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，末将唯恐视察不及，所以才先行通知。你求好心切，本府明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，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？不，末将绝无此意。也罢，究竟是否得宜，日后本府自会斟酌。不过除此之外，虎贲营的整体情形，可算是差强人意了。哦，谢过包大人。也不是这儿。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去西边看看，耐下心来，总能找得到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回去和张龙会合，一起回城。走吧。嗯。你们可来了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哎，您的茶，我等了很长时间了。如此说来，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？当然，你想，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，又莫名其妙的失踪，他们心里能不急吗？那就好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。高官，您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？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林掌柜，你不要害怕啊！是是是。哎，几位官爷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几位官爷这边坐，来。哎呀，来，几位官爷。衙门的捕快来了，我不能再说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欢迎四位光临本店。哎，你们慢慢用。小宝，来壶上好的香片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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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来了，蹦跶磨蹭什么呢？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，可是，王爷，婉儿对此颇有信心。就算没有绝对把握，试上一试，总是有益无害呀。这个，启禀王爷，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，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，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，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呐。那好吧，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。遵命。王爷请放心，只要小王爷肯来，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。慕容姑娘的好意，本王明白。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，她未必肯来呀。不，我不去。小王爷，柴路，你明知道我的性格，为何不当场拒绝呢？包大人一番盛情，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，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。
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，死不了也治不好，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？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，何不让她试试？你信吗？这……凭父王的财富，王爷府的地位，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，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。结果呢？每次犯病的时候，还不是一样，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试问，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？唉，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庭等候，小王爷若不前往，岂不令王爷难堪啊？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。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，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，王爷怎好拒绝？也罢，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。启禀王爷，小王爷来了。哦。小王爷，请。孩儿参见父王，见过包大人。小王爷。慕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玉儿，你坐下。父王，包大人是长辈，长者在座，又岂有孩儿的作为？小王爷言重了。小王爷不良于行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差玉僭越了。玉儿，你肯来，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，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。父王，孩儿今日来，不是为了治病的。那敢问小王爷，你若不肯治病，又为何前来？包大人关爱之情，慕容姑娘医者仁心，在下今天不来，岂非有失于礼？那小王爷既然来了，又为何不肯让婉儿治病呢？请问慕容姑娘，自比宫中御医如何？婉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。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，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。可是，也不过如此。慕容姑娘，你的医术精湛，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？玉儿，你……小王爷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，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，婉儿却未必治不了。如此说来，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。常言道，
只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傅。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，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，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。虽然不敢自诩第一，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，却十分的有把握。慕容姑娘，可能自认很有把握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。包大人，请恕柴玉无礼。父王，孩儿先行告退。柴玉，婉儿，不得无礼。大人，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，便好言相劝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。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？慕容姑娘，父王，孩儿倒想听听，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？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宿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，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小王爷，婉儿说的是否合理？慕容姑娘，你言之有理，而且句句发人深省。好，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犬子的病究竟能不能治好？如果小王爷愿意听我的话，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，婉儿有把握治得好。真的？啊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婉儿，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啊，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，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，所以
一旦情绪激动或是御寒的时候，就容易紧缩，也就是犯病的时候。他原本所用之药有用吗？回禀大人，有用，只是这种药只是帮助血脉扩张，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，却没有办法根治。长年累月之后，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，甚至无法负荷。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。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，过去可有人犯过？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，而且都是先天宿疾。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。所谓西子捧心，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。慕容姑娘小小年纪，对这些事情怎么如此了解？婉儿家学渊源，又饱读医书，正所谓开卷有益。其实这些的确是得自于前人的著书立论。早在汉代的时候，医者对人体的经脉络脉早就已经了如指掌。婉儿只是旁征博引，再加上自己的钻研成果，所以才会有治愈的把握。慕容姑娘，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？本王必倾全府之力，从旁协助。从现在开始，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。有些奇方妙贴，加以每天施以经针之术，假以10日之后，定可以看到效果。好，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。王爷放心，婉儿定当全力以赴。听张龙赵虎说，你们今天还是没有结果。没有，矿场不在那边的山区。不用急呀，才刚开始嘛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这2天我也在忙，过几天吧，我陪你去找。多谢展大人，不管花多少时间，我一定要把那座矿场找到。被关的矿工，恐怕每天都在等着被救出来。大人，虎贲营的官兵已经回到了矿场，属下带去的衙役也都已经回衙了。在这段期间，城内的治安都还正常吗？属下留下了几名得力捕快，在城中巡查，一切无事。范勇，你那边的情形又如何？包大人对虎贲营还算比较满意，他已离开流通就将所有官兵调回矿场，明天就可以继续采矿了。好，采矿的工作不能停。明天他去看哪座军营？包大人准备把剩下2座营1天之内看完。什么原因让他这么着急？大人，会不会他看出什么问题了？不可能。本座还是去探探他的口气。包大人，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，有何要事啊？
包大人连续视察2处军营，下官一直未曾陪同，实在是问心难安呐。张大人公忙，何必挂怀？再者，有范指挥陪同足矣。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。是。听范指挥说，包大人明日要赶往2处军营。不错。本府的决定，张大人可是有意见？下官不敢。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，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。张大人的好意，本府心领。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，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。是，下官多虑了。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，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，查查张大人的周正。是，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。当然，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，也可以前往王府，与柴王爷叙叙旧。老友重逢，总是难得啊。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。柴王爷的青州城，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？绝对没有。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，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，多有节制，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。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，本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。包大人说的是。不过，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15、16里，两者又各距青州10里。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，下官不敢多做打扰，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。你去吧。下官告退。大人，张冲前来驿馆，目的不会如此单纯。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？张冲夜访驿馆，必有原因。姑不论是否另有所图，能让他少些疑虑，总是好些。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？张龙派人去了，军队若有调动，立刻会回报。大人，张冲走了。本府有意要你回避，就是让你隐藏暗处，一暗一明，更能够查出真相。属下明白。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？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，大概1、2天就会有回音。好，届时军务也已看完。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，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。干活！好大船在里面！糟糕，救人！快走啊！李大叔，危险啊！别说了，等会儿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矿场啊！这个时候他真是无事，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？救什么人？你把人看好了，别让人趁乱跑了。可是什么？还不快去！人跑了，唯你是问。是。出来了！
矿坑又塌了。是，死了20多个。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？还好，正在加紧抢修。让他们快，不能耽误了采矿，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。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，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。属下从未间断过。哼，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，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？大人，属下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做这种事情。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，你最好不要贪心，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。是，属下绝不敢有二心。可是这2天受停工的影响，恐怕会推迟几天。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，矿坑修好之后，让他们日夜赶工，补上损失的时间。是。大人，王府派人来通知，请大人过府。张冲叩见王爷。啊，用不着行此大礼，起来吧。谢王爷。王爷召唤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啊，本王叫你来，是要提醒你，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，你可有把握？回王爷，张冲自认政绩尚可，不怕包大人查。那就好。本王可是在包大人面前夸下海口，你万万不可使本王丢人呐！是，王爷请放心。本王虽然说空有爵位，并无实权，然而既然在青州定居，若青州的州政出了问题，本王那也是颜面无光啊。是。张冲执掌州政以来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不敢怠忽，相信包大人定能满意。如果让包大人满意，那也做得不差，你自己多注意啊。去吧。是，张冲告退。柴禄，属下在。明天，慕容姑娘就要替小王爷治病了。你通知府里的人，要妥善安排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遵命。请。现在怎么黄金送来的速度越来越慢了？最近矿场出了些事，而且人手不够。以前50斤黄金3、5天就能送到，现在都过了6天还没送到。你别急，我会叫他们加快赶工，会补上的。这3年来，我们一共开采了20万两黄金。如果照这种速度到50万两，还需要4年半。那么等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后，我再把人手加倍，争取在2年之内完成。一旦到达50万两，矿场的事儿我们就不必再担心了。采矿提炼我负责，那些黄金没有问题吧？你不放心那些黄金，那就看看吧，请。
黄金全在这儿，一块都没少。放在这里，你确定没有问题？谁有这么大胆子到王府来搜？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，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。外边看守的侍卫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，放在这儿万无一失。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。不过，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。当然，王爷从来不过问这些琐事，而且从来不到仆房来。你还是要多加小心。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，不但前功尽弃，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啊！我知道，王府的事情由我来负责，你要集中精神对付包大人，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我会让包大人毫无所觉地离开青州。我觉得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。为什么？他不是寿诞之后就要走了吗？慕容姑娘要给小王爷治病，而且我想肯定能治好。太好了，小王爷可以不再饱受痛苦，王爷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。的确如此，但是治疗要花费很多的时间，所以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多加小心。哎呦，当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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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动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别动别动！忍着点儿，不缠上绷带，你这条腿要废掉的。是啊，你这条腿废了，他们就不让你活了。干了一辈子矿工，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，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。哎，这矿怎么会塌呢？撑着矿坑的木桩松了，都是因为踩得太急，要不是抢着开采，也不会这么惨。郝大叔，你已经够幸运的了，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。真死也就算了，既然是矿工的命，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，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。哎，再这么待下去，恐怕迟早会送命啊！郝大叔，你不是说田青会逃出去的吗？他逃出去了，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啊，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？不是有信心，是希望。有希望，总比绝望好。哎，也对，我们还能撑下去，就靠这点希望了。大人，如果青州步军5个营都留在驻地没有离开，我想，矿场里的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。调动军队，全在枢密院。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，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。只剩下一个可能，为了应付大人视察，范勇在辖下的5个营之中做了调动。左卫营、右卫营、后卫营、近卫营，都在青州城10里之内。而且昨日，张龙、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卫营，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。因此，唯一可能调动的，就是远在寿光的虎贲营了。大人昨日在视察虎贲营的时候，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，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。我们再去一次寿光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，岂不是可以立刻证实啊？不，
只要一出城，消息就会传到寿国。此外，虎贲营驻守山区，驻点分散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。明日起，开始查青州的州政。本府就不信，查不出个水落石出。不动！进去啊！看什么？进去！不敢，我不敢下。不敢，下！哎，全进去！进去下！快点！快点！进去！进去！快点修好，不然你们就别想出来。还要多久才能恢复开采啊？矿工不敢进去修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没那么多时间，不敢进去就杀掉，看其他人还敢不敢抗命。是。恢复开采之后，立刻日夜赶工，把这几天耽误的时间全给我补回来。属下明白。他们在干些什么？听说矿坑塌了，他们要找人进矿去修。唉，这是最危险的活儿，已经崩塌的坑顶随时都会再塌下来，现在进去根本就是送死。不知道他们会找谁去？你去修矿坑。郝大叔，郝大叔的腿还有伤呢。他是货真价实的矿工，知道怎么修矿坑。他不去，谁去啊？我去。好，有人自愿也行，跟我走。走，李大叔，李大叔，快！老李，老李，李大叔，走！李大叔。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，从明天开始，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、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，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。不要慌，先封住那些罪犯家属的嘴，再把州衙的人全部都派出去，百姓自然不敢去驿馆告状了。可包大人不让在驿馆派人，又如何监察动静啊？要化明为暗，找几个人混在驿馆外的人群中，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明天你就要去王府替小王爷治病了，大人特意让我过来看看，你还有什么需要？如果真能治好，对柴王爷来说，的确是除去了心头一大隐忧啊。只有将他的病治好，婉儿才能回去向皇上复旨。不过，经针之术必须持续不断，
婉儿可能每天都得来回王府与驿馆之间。放心，我会安排，每日派人接送。应用的药物可曾配置妥当？师叔，药物的剂量不能有分毫的误差，所以婉儿必须得亲自去抓药。好，我找2个人陪你一块儿去，抓好了药，让他们直接送回来。多谢师叔。药都抓好了，回头送回驿馆去。是。这大街上还挺热闹的。虽然还算繁华，可是跟京城比起来就差多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师叔，我自从14岁进宫以后，就没有离开过，所以京城的街道是什么样子，我实在不太清楚啊。那样的日子肯定不好过，尤其是像你这么一个年轻女孩。其实，每个人的环境和命运都大不相同。如果我愿意，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我觉得宫里的生活很适合我，而且我早已习惯，并且乐在其中。难道你打算在宫里终老一生？师叔，其实你有所不知，宫里的女官和其他人不同，只要年满30，就可以选择留在宫里，或者回到民间。那你选择的又是什么？婉儿打算继承我爹的事业，做一名女大夫，所以我应该会选择回到民间。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像你爹一样的好大夫，只是这样，你的终身大事岂不就被耽搁了？自从当年进宫以后，我就已经做好了独身的打算。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吧。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？小声点。客官说话要小声点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偷听。谁会偷听我们说话？衙门里的人。欢迎再来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今天突然之间，城里到处都是衙役和捕快四处走动，闹得人心惶惶的。他们一定是为了维护治安，或许城里出了什么事情。没那么简单。那些家属就是因此不敢出面的。你是说，官府的人威胁他们？话虽没这么说，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。如果不闭上嘴的话，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。官府的人威胁百姓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难道他们就任人欺负吗？没有办法，为了保住他们亲人的性命，他们的家属是不肯出来作证的。客官，你就不要再管这事儿了。这件事我管定了。林长官，麻烦你再试试，我还会再来。最好睡饱了，明儿早上还是你去修。哼。
李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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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已经累得睡着了。让他好好睡吧。但愿天亮之后，我们都能离开这里，而且永远不再回来。给他盖上。城里还能掌控得住吗？没有问题。所有罪犯家属，我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交代过。属下可以确保，他们绝不会向包大人提出任何申诉，就算包大人亲自过问，也不会说。这些人犯的下落是唯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。不过，除此之外，包大人应该对青州的政绩很满意。还有什么地方要属下加强的？有，那些罪犯被拘捕、关押以及送走，必须将全部的记录重新整理清楚，而且备好说辞。当包大人查到刑狱诉讼案件之时，要由你来做说明。我？大人要属下备询？没错。包大人要查询狱政，受询的应该是司法参军。属下是捕头，怎好做说明呢？本府已经安排司法参军告病返乡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更合适呢？你快回去准备，我会试着将这一部门的审查压后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包大人对人犯的失踪产生任何怀疑。如此说来，州衙方面对百姓采取了行动。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州衙对他们的确做出了威胁。既然大人明天要去查州政，何不就从刑狱查起？不，现在去查，最多只能办他一个刑狱疏失之罪。只要牺牲1、2个官员，就可以把与矿场有关的事推个一干二净。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，不打草惊蛇。不错。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，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解。至于州衙的情形，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，涉案多深罢了。大人，明天是否能让属下陪田青去找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不要引人注意。大人放心，我会在城外跟他们会合。那最好。婉儿所需要的药材，可曾采购齐全？齐全了。稍后，学生会去和他研议进出王府的细节。来了。师叔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天到王府就可以立刻替小王爷治病了。师叔是担心你一个人到王府会无法适应。师叔，你太小看我了吧？难道你忘了婉儿是宫里的司药女官？
就连皇上、太后犯病的时候，婉儿都能从容诊治，更何况只是一位小王爷。是我多虑了。记得这只真鹤啊？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这本是师傅随身携带，失真用的真鹤。师傅去世之后，就传给了师兄。而我爹去世之后，就传给了我。6年前的那把火。烧毁了我的家，烧死了我所有的亲人，也烧毁了我爹所有的手稿和遗书，却唯独留下了他。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婉儿。在宫中的这些年，我凭着记忆，努力重新编写我爹手稿中行医用药的记载。相信有一天我能把它完成，而且也一定会让它广为流传，让我爹的心血为世人做出最后的贡献。到时候，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。有你如此夫复何求？相信师兄在九泉之下也会欣然瞑目。婉儿失态了，师叔切莫见笑。啊不，婉儿，你让师叔自叹弗辱，相信你爹也会以你为荣的。啊，对了，明日到了王府之后，一定要把小王爷的病治好，让世人知道慕容家传医道是如何的与众不同，又如何的济世活人。驾！展大人，怎么你也来了？今天我陪你去什么？赵龙在，把你的马借给我。是。展大人，请不要错过时辰，否则的话，城门关了就麻烦了。我会的，走吧。驾！驾！驾！段虎，你说他今天能找到吗？难讲，看运气了。张大人，从今日起，本府要查你的州政了。请包大人不吝指正。好，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。公孙先生，你要逐一查证核实。是，学生不敢疏忽。下官会令推官、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。有劳张大人了。哎，客官坐好，下次再来啊！哎，知道。丁叔，小宝，终于回来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来来来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
哎，来，你里面坐，你里面坐。没事没事。啊。哎呀，林掌柜，你好啊！丁贵，是你呀？是啊，你可是7、8个月没回青州了。来，坐。哎，这次你怎么去那么久啊？啊，我去了一趟京城啊。哎，像你这样的货郎，还到京城去提货？我不是也想出去开开眼界吗？嘿，京城可热闹了，是吗？还真让我带回来不少好东西。丁大叔，来喝茶。哎，小宝，哎，这盒香粉是给你媳妇儿的，你告诉她，这是京城里最受姑娘小姐欢迎的。真的？这是丁大叔特地带来送给她的。谢谢丁大叔。不谢。老板，我先忙去了。哎，去吧。丁叔您坐啊。哎，我那丁大嫂呢？她不是每天都到这儿来喝茶的吗？哎，别提了。自从丁忠失踪之后，丁大婶就得了失心疯，整天都稀里糊涂的在街上转，看见跟丁忠年纪差不多的，她就上去抓。哎呀，可怜呐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丁忠失踪了。你走的这7、8个月啊，这城里出大事了。不光是丁忠失踪了，就连街坊邻居也都出事了啊！就连田青也失踪了。田青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半年前，他回来2天就失踪了，到现在连一丁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二位走好啊！田大哥就这么个儿子。是啊。我知道，田大哥他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当然关心他了。当年要不是田大哥为我筹本钱，我连混口饭吃的货郎都干不成，说不定早饿死了。好人命就是不长啊。田大哥去世之后，我在青州等田青整整2年呢。后来实在等不住了，我就跑到河北去找他。谁知道他又从河北回到青州来了。现在我来了，他又失踪了。林贵啊，这次回来，你一定要多等一阵子。我相信田青啊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一定要等他回来。田大哥生前给了我一样东西，我非当面交给他不可。